两人回到顾家大宅时，林晚秋正带着佣人一起准备午餐，顾延忠则饶有兴致地喂着他养的一池锦鲤。为了这一池锦鲤，他可没少下功夫。燕京零下好几度的天气，他给鱼池安装了一整套的循环加热设备，让水温一直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见叶晨和女儿一起回来，他便笑呵呵地说道：楠楠，你妈让你回来之后就去厨房给她帮忙，你赶紧去吧，让晨儿在这里陪我待一会儿。顾秋怡倒是有些诧异，平时妈妈从来不让自己帮忙做家务，怎么今天还让自己去厨房帮忙？不过冰雪聪慧的她很快就想到了，妈妈可能是有事情要思想跟自己说，于是便笑道：爸，叶晨哥哥，你们俩先聊着，我进去帮忙了。叶晨也没多想，点点头说：你去吧，需要我帮忙的话告诉我。顾秋怡微笑着说：我们家有一条规矩，男人是不能去后厨的。说完，潇洒地转身走了。顾延忠见自己有了和叶晨单独说话的机会，便想着跟他推心置腹地聊一聊。不过转念又想起老婆之前的交代，他怕自己说错话，特别叮嘱自己不要着急跟叶晨聊核心问题，而是等他的信号。于是他便微笑着对叶晨说：晨儿，我看长鹰汽车最近的动作很大，这个项目你是志在必得吧？叶晨点点头，认真道：顾叔叔，这个项目用了我爸爸的名字，也等于押上了叶家和安家的声誉，所以肯定是要全力以赴的。很好，顾延忠赞叹道，咱们华夏人以前都太含蓄了，总觉得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公司或者品牌，有些招摇过市，但是我跟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这何尝不是一种流芳百世的好机会呢？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做。叶晨恭敬道：顾叔叔放心，我们会拼尽全力的。爷俩聊天时，顾秋怡已经来到了自家厨房，妈妈林晚秋正在安排佣人们准备食材。见顾秋怡进来，赶紧拉着她来到空无一人的餐厅，问道：楠楠，你跟晨儿聊过了没有？你爸刚才给你叶爷爷打过电话，你爷爷已经把该说的都跟他说过了，如果成了这个时候还跟你揣着明白装糊涂，那妈就豁出去，一会儿饭桌上跟他直说了。顾秋怡赶紧说：妈，你可千万别直接跟叶晨哥哥说这些，他这个人脸皮薄，又不太擅长拒绝人，到时候他又不能立刻答应，又不能立刻拒绝，心里还不得难受死啊。林晚秋急了，说：你这傻丫头，就知道为他着想，虽然妈也很感激他，也很欣赏他，但是如果说起你们两人的事情，妈对他也是有意见的。我们一家人为他付出了多少，你苦苦等他这么多年，相认这么久了，到现在也不给你一个说法，哪有这样的？顾秋怡说：哎呀妈，情况确实特殊啊，不过我跟叶晨哥哥可是把什么都说明白了。叶晨哥哥的意思，现在他对能不能战胜那些人还不太有把握，他怕自己哪天会死于非命，说要给咱们一家三口准备充足的回春丹，让我陪着你们好好生活。可我也跟他说了，我可以陪着爸爸妈妈好好生活，但是爸爸妈妈如果去世了，那我就也不活了。林晚秋叹了口气，他最了解自己女儿，他知道女儿肯定不是在开玩笑，如果叶晨被仇人杀掉，估计这个世界上能鼓励她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只有自己跟丈夫，如果自己跟丈夫也不在世了，她一个人恐怕也是撑不下去的。于是她问顾秋怡，那晨儿是怎么说的？顾秋怡道：叶晨哥哥就是劝我吗？可是我不理，我跟他说了，如果他和父母都不在了，我是不可能一个人苟活的，除非他给我一个儿子。好丫头，林晚秋竖起拇指，赞叹道：就是要跟他打直球，就是得跟他单刀直入。咱们之前错就错在太为他着想，他这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本来就犹犹豫豫，如果我们再为他着想，给他足够的时间，他只会不停地拖下去，根本不会做出真正的决定。说着，他赶紧追问：对了，你这么说完之后，晨儿有什么表态吗？顾秋怡撒谎道：
哥哥说他会慎重考虑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已经把想要向叶晨哥哥表达的意思都表达清楚了。叶晨哥哥也一定不会继续不休止地拖下去，他一定会给我一个说法的。说到这，他抱着妈妈的胳膊撒娇道：妈，这件事情我已经说过了，你们就不要在饭桌上跟叶晨哥哥再提了，再给叶晨哥哥一点时间好不好？林晚秋轻叹一声，抚摸着顾秋怡的手背，由衷地说：囡囡，妈妈现在只想让你早些怀孕。妈之所以有这个念头，不只是想给晨儿和叶家延续血脉，更希望能给你留一个伴儿。晨儿自己都没有把握，一定能够战胜那个吴飞燕。如果她真的有什么意外，爸妈又不能陪你走到最后，你的孩子还能陪着你，为你养老送终。说着，他问顾秋怡：你是不是加把劲儿，先跟晨儿把生米煮成熟饭？实在不行，咱们再退一步，明着跟他说清楚，婚结不结都无所谓了，结婚只是走一个形式，但两个人的血脉是最真实的。顾秋怡没有半分害羞，表情反而非常坚定地说：妈，咱们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跟您也没有什么好遮掩的，我也很想早点怀上叶晨哥哥的孩子，但我不希望叶晨哥哥是迫于压力被迫答应这件事情。说到这里的时候，顾秋怡才有些脸红，羞答答地低声道：我想叶晨哥哥在答应我的那一刻，心里是爱我的，我希望他是因为爱我才给我一个孩子，而不是因为单纯的迫于压力或者传宗接代。林晚秋有些担忧地感叹：囡囡，晨儿特别像他爸，长得像，性格也像，我真怕他处理男女关系的问题上也和他爸一样。说直接一点，妈怕他一直拒绝你。顾秋怡苦笑一声，如果叶晨哥哥最终还是拒绝我的话，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在心里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逢凶化吉，一生幸福。林晚秋听闻这话，怕女儿一辈子孤独，眼眶一下变得通红，她握着顾秋怡的手，哽咽着唏嘘感叹：要是你安阿姨还活着该多好，她那么疼你，一定会替你做主的。